完美世界150集，10号与齐道陵去探索神秘的三世潼关。青铜关中飞出一道身影惊呆齐道陵，在至尊道场的宁静的山地中，齐道陵身着金色道袍，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须发洁白，仙风道骨。10号虽然对师傅的外表印象深刻，但心里清楚，这位道主有时候行事颇为猥琐，甚至自己都是被偷来的弟子。10号半开玩笑地向齐道陵索要法器，希望得到一些教主级别的宝物。齐道陵慈祥地笑着，似乎对10号的要求不以为意。10号随即提醒齐道陵不要送他什么天神法器，而是希望得到一件镇教之宝。齐道陵的笑容更加和蔼，却表示这些法器太过寒酸。齐道陵展示了他的礼物，在虚空中一划，天地间响起嗡嗡声，但10号什么也没看到。齐道陵告诉他，他送的不是法器，而是整片世界。10号对此感到无语，这齐道陵不是在忽悠他吗？但齐道陵却严肃地强调，这是一片广阔的世界，10号可以自由探索，成就无限。10号调侃，表示自己只想要一件秘宝，愿意用整个世界来交换。齐道陵则被10号觉悟太低，提到他的2位师兄在受到棒喝后顿悟，但10号却质疑师兄们的去向。齐道陵愤怒地警告10号不要再提这件事，但最终还是透露10号可能会见到那位曾经击败师兄的人物。10号调侃齐道陵，如果自己出手，早就把那打跑师兄的家伙灭了。齐道陵气地说要废了10号，但10号提醒要有大气魄，毕竟齐道陵刚才还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。齐道陵咬牙切齿，说自己从不以大欺小。10号得知击败师兄的并非一般人，而是参加了3000州天才大决战的天下第一。他意识到这次大决战高手如云，自己可能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。10号询问自己在这次大决战中的排名，齐道陵却只让他争取进前20，甚至前30。10号不满，觉得自己被小瞧了。齐道陵透露，古代的一些奇才可能还活着，这让10号感到压力山大。齐道陵告诫10号，这一世群星璀璨，古代最强怪物都会现身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10号虽然不服，但也知道这次大决战的残酷。齐道陵告诉他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真仙花开放后，大道也将凋零。10号虽然嘴上不服，但心里明白，这次大决战将是一次生死较量。10号得知，要想进入造化地，必须等到真仙花最后一次盛开，之后便再无机会。齐道陵透露，这一纪元可能即将终结，末世将至，所有人都必须超脱才能生存。10号虽然震惊，但很快恢复了斗志，甚至开玩笑说要当个魔王，开后宫。齐道陵对此哭笑不得，但当10号提到他师父的下落时，齐道陵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10号透露，他在一处谷地看到了3世潼关，9条龙拉着他。这个消息让齐道陵激动不已，他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。10号在讲述过程中还不忘抱怨自己被齐道陵揍，两人在吵闹中决定前往火州大平原，开启3世潼关，寻找机缘。在火州的广袤草原深处，师徒2人从天而降，10号和齐道陵踏上了寻找3世潼关的旅程。10号提醒师父冷静，担心他因激动而贸然行动，可能会引发未知的危险。齐道陵严肃地命令10号带路，两人迅速深入地下，使用土行法术，穿过黑暗，来到了10号曾经开凿的巨大洞穴。在这片地下世界中，9具晶莹的龙骨和1具布满绿锈的潼关静静地横陈在土层中。齐道陵激动地伸出手，想要抚摸着传说中的潼关，而10号则在一旁提醒他保持冷静。齐道陵的道行高深，他并未因激动而失去理智，而是开始仔细观察潼关，寻找可能的线索。随着齐道陵的接近，潼关开始发光，变得如同玉石般透亮，散发出不朽与强大的气息。10号感到震惊，他意识到只有超越一定的力量，才能无惧这个光辉。齐道陵施展出他的8、9天功，宝术叠加，形成了强大的威势，但潼关的反击力也越发强烈。10号担心自己将师父引入险境，但齐道陵告诉他，他有分寸，不会自寻死路。他继续前行，全身古纹燃烧，终于踏入巨关内，触碰到了小关。这一刻，师徒2人的命运似乎与这神秘的3世潼关紧密相连，他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。齐道陵在探索3世潼关时，不顾10号的劝阻，坚持要揭开关盖。尽管他被棺材的力量震飞，甚至咳血，但他依然坚定地尝试。在一次尝试中，他感受到了师父留下的气息，这让他更加兴奋，决心要揭开关盖的秘密。10号担心齐道陵的安全，但齐道陵自信满满，认为自己有分寸。他再次接近潼关，运用8、9天功，终于在第6次尝试时成功看到了一段残缺的神石。这段神石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和绝望，让10号和齐道陵都感到震惊。齐道陵意识到，只有擒住仙殿的古老存在，才能揭开全部的秘密。在伤势恢复后，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。这次潼关竟然自主开启，光雨洒落，一道身影冲出，让师徒2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。寂静万古的潼关，居然就这样冲出一个人！这个人像是傲立在时间长河上，一位身披白衣的男子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风神如玉，但唯一的瑕疵是头上光溜溜的，没有一根发丝。他
它的瞳孔特殊，呈现出万字的形状，散发着灿烂的光芒，带着透彻人心的力量。齐道林和石浩见到这位男子，都感到不寒而栗。这个人神秘莫测，超越凡尘，带着永恒的气息。他站在那里，拈花而立，展现出绝世的风采。尽管没有一根头发，手中却持着鲜花，但他的风姿却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是一位古僧。齐道林倒吸一口冷气，想起了一些传闻。古代有这样的修行者，而现今的西方教据说，就是参考了他们的教义，得到了他们的法力而崛起，成为顶级宗教。石浩听了齐道林的描述，感到十分震惊。这个古僧到底是何等的境界？经过漫长岁月，他依然存活，难道是一尊真正的仙吗？两人虽然感到震撼，但并未感受到压迫。那位白衣古僧只是站在那里，目光平和，散发出超凡脱俗的气息。然而，就在两人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时，青铜棺中再次飞出一道身影，立在半空中。这个人身着道袍，发丝浓密，目光深邃，周围被原始母气环绕，显得威严无比。他手持一杆古幡，气势恢宏，让人感觉这杆古幡可以开天辟地。齐道林和石浩面对这个人都感到恐惧。他的眼中太阳升起，太阴西沉，甚至还有群星破碎、宇宙干枯的景象，仿佛见证了整个时空的变迁。这难道是青微天主？齐道林语气模糊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他曾听闻一些传说，说有这样一位仙，号称无敌，所向披靡，但在古代年代就陨落了。石浩虽然不了解仙古，但对于青微天与大赤天却有所耳闻。青微天主与大赤天主乃是师兄弟，这对于道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青铜棺的炽盛光辉中，一位披头散发的青年男子出现，他的目光妖异，仿佛盖世妖仙降临。齐道林无法认出这位神秘人物，场面令人心惊胆战。然而这并非结束，更多的身影接连出现，每一位都拥有盖世神姿，他们的存在让人心生敬畏，却又不释放任何威压。青铜棺最终闭合，10位神秘人物悬浮在半空中，他们的目光似乎能穿透时空，看到未来。石浩和齐道林在巨大的压力下苦苦支撑，不愿屈服于这些无上生灵。他们疑惑地发现，这些人物并非活人，而是光的化身，包括青微天主的古幡也只是一团光。10道光冲天而起，向着同一个方向急速消失。齐道林和石浩紧随其后来到地面，他们目睹了10道光在苍穹上寸寸断裂，化为光束，照亮了古今未来。齐道林意识到，这些光束并非活物，而是一种未知的力量。他们向着广袤的无人区而去，让齐道林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。石浩和齐道林站在原地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他们不知道这些神秘事件的真相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齐道林感叹三世铜棺的神秘和因果，似乎正在加速某种进程。他们只能等待，看命运将如何展开。在地下深处，石浩和齐道林再次审视着那神秘的青铜棺，他们相信棺中还有未现世之物。正当他们沉默时，一团神秘的火焰在黑暗中摇曳而来，引起了石浩的激动。这团火焰由纯粹的符号组成，散发着古朴的气息，与他们之前所见的任何火焰都不同。齐道林尝试解读这团火焰，但即使是他广博的见识，也无法辨认。石浩提出是否与火舟的形成有关，齐道林建议石浩用仙骨祭祀与尝试沟通。然而无论石浩如何努力，火焰始终不为所动，直到齐道林出手，火焰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光芒，速度极快，几乎让齐道林措手不及。齐道林带着石浩逃离，留下石浩独自面对这团火焰。火焰在石浩面前变化莫测，先是化作一株小树，又变成闪电，接着是鲲鹏，似乎在模仿石浩所学的法和接触过的宝树。这团火焰的行为让石浩感到困惑，他究竟是在效仿，还是在与他进行某种神秘的沟通？这一切都让石浩对这团火焰充满了好奇和敬畏。它的变化莫测，从一株树到雷地树，再到鲲鹏，每一次变化都让石浩感到震撼。这团火焰仿佛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石浩的不足，让他在观摩中发现了自己道途上的瑕疵。石浩意识到，即使是开创者之外的人，也有可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领悟，达到宝术的极致。齐道林返回，带来了一股灼热的气息，让石浩几乎以为自己将被焚成灰烬。然而当光芒消散，石浩发现自己并未受损，那团火焰也神秘消失。师徒二人四处寻找，却无法找到火焰的踪迹。他们猜测火焰可能进入了铜棺，但齐道林否认了这个可能性。在地下世界发生了剧烈的波动，铜棺和9具龙骨突然消失。齐道林意识到可能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即将发生，他决定密切关注上界的变化，并在离开前再次检查石浩，确保他没有被那团火焰影响。齐道林和石浩离开地下世界，回到地面。接下来的2天，齐道林紧张地观察天象，不时消失去各地探究异常。他们担心10道仙光的出现会引发未知的后果，而石浩则拒绝了齐道林提出的去寻找大赤天火的建议，因为他不想走别人的路，也不想让齐道林冒险。最终他们回到了寂静的山门，